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有趣的短片，顺便做一个解说。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国服最近的顶上 KVK， 就是有一位主播玩家，他的城市就放在领土上面，但是他并没有加入该联盟。然后被玩家发现到了，并且派了部队去打他的城市。然而他的城市里面并没有放任何驻防统帅，只是用理查还有查理马特来做驻防而已。那各位也知道啊，现在已经是到征服赛季了，理查、查理马特这个驻防是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，并且这个玩家派部队去打他的城市的时候，这个城市的玩家他是已经派部队出去打野仗了。但可惜的，这个玩家并没有点开他的城市来看。不过我去看了这个账号的最高战力呢，其实是1亿左右，也就是说呢，其实他的战力并不会到很高啦。所以像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，这个玩家使用了6个部队，再加上对方的部队是已经派出去了，并且是使用理查、查理来做驻防的话，其实不会太亏的。之后来城市被打的玩家，他的队友发现到他的城市被打了之后，就马上派部队过来把那个围殴城市的部队给打掉。但同时间，这个围殴的玩家，他其他的队友就询问这个位置在哪里，他们想要派部队过去把这个城市给打掉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画面了。不要给他打死，不要给他打死，给他拦住就行了，不要给他打死。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对话，不要把他给打死，把他拦着就行了。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玩家，他的部队还在外面，如果你们把他的部队给打死的话，他就可以快速回城。所以这个说话的人才会说把他给拦住，不要把他给打死就行了。因为只要你的部队还在外面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牵城离开这个位置。不过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玩家，他现在的想法就是把部队召回去，然后牵城离开的。那我们接着看下去。让他医院炸，让所有人开围，快去围，去，快围，刚刚我都说了让你们撵着他，不要让他走。围不上的打野战啊，没事，5000就5000，不要害怕。要围就围到底，所有人有要围就拉满，就围到底，要围就拉满，要么就不要围。别一起围，要么就都不围，要围就一起围，要么就不要都不围，就不围了。OK， 那么到了这个画面，各位可以看到城市的驻防是已经放成了杰斯卡搭配司机，也就是说这个玩家他是已经回去城市换了驻防，所以比较起前面一开始的理查、查理马特来做比较呢，会比较难打一点，也会比较硬。然后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诸葛亮碰到城市的时候，刚跳出的白字大概有4000左右，后来就跳到了7000。当城市驻防的伤害提升了之后，就有一些玩家可能会打退堂鼓，觉得说哇，他这边伤害太高，如果自己一个人打的话就会很吃亏。如果没有指挥跟他们说应该要怎么做的话，可能打了一下之后就会撤退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负责控制账号的玩家也是很坚决，他就直接把部队拉过去打城市而已，他完全没有在管了。如果他是很犹豫的玩家，就是可能碰了一下之后觉得说啊伤害太高我撤退的话，那么就没有人会继续打下去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指挥只是给他们选择的方向，要打还是不要打，然后要不要打呢，还是由玩家来做决定的。就像那个画面上的玩家这样子，他就选择直接去打，完全没有犹豫，这样其他玩家看到之后才会后续的补上来继续围这个城市。但这个城市的玩家他似乎是想要先用驻防顶着先，那有没有打算要换联盟呢？这个就不得而知，但是他还是没有选择先飞走的。那我们先接着看下去。哎，可以都上手围，可以围啊，一起围啊！我上了盖啊！上！我们给他一个锁，给他一个锁。那不知道各位刚刚有没有注意看那个白字啊？从原本诸葛亮碰到的时候大概有4000、6000左右，然后这个玩家的部队全部围在城市上的时候变成了4000、2000，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其实是承受不住他们的围殴的。所以根据这个情况，其实这个城市的玩家他不应该再把这个城市放在这边了，他要么就加入联盟，要么就牵城离开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最后那个玩家说到给他一个锁，就是为了避免他会飞走。但是问题这个玩家的城市其实在自己的领土上面，只是没有换联盟而已。那说实话的，假设说他能成功的换到联盟的话，他的那个锁就会变成没有用处了。不过我们先接着看下去。他可以跳楼，没有用。没事，给他一个锁，把那个10步杀一狗弄他。啊，我给他锁一个，要伤害是吧？他换盟了，换盟了，吓死他了都！你妈的，给他尿了下去了。继续，没人给他开门。换好，他们不是快，继续开门。对，直接给他清掉，直接给他淋掉。围上，所有人围上。
那当然，这个城市被打的玩家他也没有闲着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已经退出了联盟，打算换去那个领土的联盟，但是似乎是没有人让他接收的，并且他已经离开原本的联盟一段时间了，也没有马上的加入这个领土的联盟，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这个领土联盟的白名单，他没有办法马上加入，需要大家开门给他进去，并且根据他的城市战力来看的话，其实他是有治疗的，因为我们推测说原本他的战力大概有1亿左右的话，现在剩下8000万左右，以至于还没有到这么糟糕的境界啦。只是他这样子被锁着，然后被打呢，是真的有点亏啊。而且对方其实也是抱着一个赌徒的心态，因为他放了一个锁，他也不确定他能不能换联盟。假设能换联盟的话，这个锁就浪费掉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他们放了一个锁在这个城市上面，只是做多一个保险吧，避免他会离开而已。就是在赌这个玩家他没有办法马上换联盟，所以说实话这个风险还挺高的，不过他们成功了。围了，直接围，所有人围上，所有人围上，所有人逐风开门啊，逐风开门，所有人围上，他没了。别人给他开门，快，逐风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我没了呀！快开门！好舒服了。为什么逐风不开门？妈的！8000啊！我一直在带快，继续！别撒手！好吧，这一波我们就算死的多，我们也挣啊！再干死他！那最后他还算是比较幸运的，最后是换联盟成功，换成 YL16，但是他在这之前呢已经损失了不少兵力。不过当然的，围殴城市的那一方啊也是有犯一些错误了，就比方说现在画面上的玩家，其实他剩余的部队已经是很少了，甚至已经红血了，他都没有把部队给撤掉，让其他人来围殴他的城市。那当然我也理解他的想法，因为我们要争秒必争嘛，避免这个玩家能够换联盟成功，所以他想要继续打下去。如果换给别的玩家的话，可能那个时间会有一点错开，会慢了一点，而且也不确定有没有其他的玩家来帮忙围殴啊，所以他才自己去打。不过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还是换其他玩家帮忙围殴。那当然，因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呢，他就是一个主播嘛，国服的主播，所以他自己也是发布了一些报告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到底损失了多少的部队，但他只是分享系统通知他到底死亡了多少部队。那我们这边算起来的话，总数是105万的部队。那我不确定他的城市里面究竟是全部都是 T5，或者是有一些 T4部队啦。如果我们算成全部 T5部队的话，他是损失了大概1000万的战力。但是根据国服的玩家透露，其实他已经阵亡了120万的部队，所以是比起他这边画面上所分享的还要更多。然后他并没有分享被围殴的报告，也就是说他的报告其实是很亏的。而且刚刚你们看的那个影片录制画面的玩家，尽管他是把部队打到红血就快要死掉了，但是他的报告依旧还是赚2倍到3倍左右，最夸张是可以赚到6倍。而且根据画面来看，这个玩家在打城市之前呢，他部队是完全没有掉血的，也就是说他是用满血的部队去攻击城市，不存在之前先打了野仗赚了一些报告之后才去打城市，是完完全全从这个城市上面获得的击杀报告。那这个城市被打的主播他就有说到，其实他现在还有8700万战力啦，依旧还是可以打野仗的，只是你每一次打野仗之后就要去治疗，会比较麻烦一点。不过因为他是主播的关系啊，所以有被不少的玩家调侃，也有玩家放出聊天内容，就他有跟其他玩家说开门呐，有人帮他喊 LY 开门呐，快点开门呐，可以想象到他当时候是有多么绝望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，不知道各位看了这个影片之后觉得怎么样呢？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警示啦，就是如果你们在打 KVK 的情况下，尤其是派出去野仗的时候，要确保你自己的账号是在领土上面。那你如果真的不是在领土上面的话，至少要确保你的战力是足够的，并且是有驻防的，那么你才可以幸免于难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